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伊丽莎白·特拉斯，祝贺她就任英国首相。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认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当地时间周二，特拉斯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成为英国第3名女首相。而特拉斯在周二上任后的第一通电话，就折射出了她在国际事务上的勃勃野心。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已展开工作。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成为第一个与新当选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对话的外国领导人。我邀请他来乌克兰，感谢英国人为乌克兰提供的主要国防和经济援助。”而后，特拉斯转发这条推文，并表示：“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可以依赖英国的支持。”同时，特拉斯也已接受泽连斯基的邀请，将出访乌克兰。英国首相当政之后。惯例就是一般首次是跟美国总统通电话啊，这次他打破了这个惯例，这也是他在竞选当中的一个承诺。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做给他国内的选民看的。为什么？就是你看我是说一不二哈，这个说到做到，这也是。因为他之前他有一个不好的形象，就是所谓的变色龙哈，就是政治立场左右摇摆，经常变化。另一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在同一天针锋相对地给特拉斯提了一个建议，在确定自己对俄罗斯的消极立场之前，先搞清楚自己跟几个邻居的关系，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就任英国首相之前，特拉斯就多次发表反俄言论，引起俄方的不满。7月17日，特拉斯还曾声称他准备挫一挫拉夫罗夫的锐气。周二，特拉斯还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通话。特拉斯不仅特意提到了要一起应对所谓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战事带来的极端经济问题等共同挑战，还强调要通过北约和美英澳3国联盟 Aukus 等推进两国的深度防御联盟。但白宫方面的新闻稿却与英国首相府网站的新闻稿略有出入。其中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伊朗核问题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问题等内容，是英方稿件中没有提到的。主要还是因为呢，英国现在这个新内阁，它主要的任务还是应对国内的问题，现在这个也不想引发一些更多的国际冲突啊，国际上面的一些矛盾，所以呢，它就模糊化处理了。对特拉斯就任首相，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表达了耐人寻味的祝贺。德国总理舒尔茨在社交媒体上用英文写道：“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柏林和伦敦将继续作为伙伴和朋友开展合作。”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称，对特拉斯对乌克兰的承诺感到非常高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推特上称，期待建立建设性关系，但他同时补了一句，希望能充分尊重我们的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则称，我们已准备好作为朋友和盟友一起共事。此前，在竞选期间，特拉斯被问及马克龙是朋友还是敌人时，曾表示还没有定论。President Macron, friend or foe? The jury's out. If I become Prime Minister, I'll judge him on deeds, not words. 随即，特拉斯就引来法媒嘲讽。据 BBC 报道，一些法国媒体称特拉斯为铁公鸡风向标，正如法国许多民居上公鸡形状的风向标一样。报道称，这是讽刺特拉斯当年在脱欧等问题上的态度，从坚定的反对者突然变成强硬的支持者。Well, I think the British people are sensible people. They understand fundamentally that economically Britain will be better off. The reality is the vote.needs to be implemented. But what about the people who've changed their minds between then and now? I don't think people have changed their minds. Everyone I speak to, I have, that's true. Right. In the other way, though, Eddie. Oh, I see. So people can change their minds, but only if they go from Remain to Leave. 尽管就任伊始，特拉斯试图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英国的经济和民生形势才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大挑战。一如特拉斯就职演讲前的一阵暴雨，周二下午由于遭遇暴雨加上堵车，特拉斯的演讲时间多次推迟。在演讲中，一贯喜欢模仿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特拉斯又学起了战时首相丘吉尔，援引其名言，承诺将今天就采取行动。I will take action this day and action every day to make it happen.今天就采取行动，最早是1941年10月，丘吉尔回复图灵等4名破议员请求支援的邮件时给出的指示。
特拉斯表示，自己将把经济、能源和英国国民保健制度作为施政的3个优先事项。在经济方面，特拉斯称将制定通过减税和改革来发展经济的大胆计划。在能源方面，他强调将在本周采取措施，为家庭减轻能源价格上涨所造成的财务负担，同时确保未来英国的能源供应。在医疗方面，他则承诺将确保人们能够预约到医生，获得所需的服务。We shouldn't be daunted by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s strong as the storm may be, I know that the British people are stronger. Our country was built by people who get things done. We have huge reserves of talent, of energy, and determination. I am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we can ride out the storm. We can rebuild our economy. 尽管特拉斯的3个饼画得又大又圆，但有评论指出，特拉斯关于能源保障方面的政策能否落地，不是英国政府一方所能决定的。如果接下来俄罗斯进一步减产减供天然气，国际气价再次刷新高位的话，特拉斯的政策很可能导致英国的天然气供应出现严重短缺，让全国人民在高额账单和哀冻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根据余关民意调查公司的民调数据，共有50%的英国受访者对特拉斯成为新首相达到失望和非常失望。乔纳森派的最新一期脱口秀节目就狠狠嘲讽了特拉斯的能源政策。Just to clarify, Liz Truss has not won a general election. We won't have another one for 18 months. No, she was chosen by roughly 200,000, mostly extremely wealthy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 deciding who runs a country of nearly 70 million. 特拉斯正式成为英国历史上第3位女性首相，她以撒切尔夫人为偶像。您认为特拉斯的铁娘子之路会怎么样呢？特拉斯赢得了保守党内党魁的竞争，重组了内阁。就他个人来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巧合之是，特拉斯现在面临的内外环境和挑战与当年撒切尔夫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特拉斯被认为是撒切尔夫人的信徒，但是他会不会变成第2个撒切尔夫人，却不被人所看好。甚至呢，多数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合格的首相，更不要说会成为像撒切尔夫人一样的著名的首相。从特拉斯自己的政治成长来说，登顶首相之位既有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偶然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是约翰逊被倒戈的话，特拉斯至少在2024年大选之前是没有什么机会的。从必然的角度来说，在过去7年中，英国首相走马灯一样的换，而且是保守党的首相。从卡梅伦到特蕾莎梅再到约翰逊，都是失去了党魁的位置而丢掉了首相的位置。也就是说，保守党内的斗争要比政党选举还要激烈。保守党的党魁不被本党所信任，这似乎变成了保守党的一个特征。特拉斯的党魁之位能够持续多久也是一个未知数，也有人认为他将是一个短命的首相。特拉斯被认为是善变之人，有变色龙之称，但是这次在保守党内的变动中，特拉斯能够笑到最后，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变，他没有参与逼宫约翰逊的行动，直到约翰逊被迫辞职之后，特拉斯才宣布参加党魁的选举。必然的结果就是获得了约翰逊以及保守党内支持约翰逊的人们的支持。约翰逊虽然被高层倒戈被逼辞职，但是在保守党内的支持率还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呢，特拉斯自己的政治履历也是光鲜亮丽的，他担任过多个内阁大臣的位置，尤其是在脱欧之后担纲贸易和外交大臣，无疑是不小的加分项，也保持了自己足够的曝光度。当上了首相只是特拉斯去实现自己铁娘子梦想的第一步。现在英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呢已经到了2位数，英镑跌跌不休。脱欧之后的英国还处于迷茫之中，可以说特拉斯从约翰逊手中接过的真是一个烂摊子。当然，收拾烂摊子也是特拉斯的机会。当年撒切尔夫人就是带着英国走出了困境，也成就了自己的政治声望。特拉斯将自己志同道合的盟友延揽到内阁，以防再度出现党内倒戈的事情，提出了让英国成为有抱负的国家，以此来鼓舞人心，提出了数千亿英镑的计划来冻结能源的价格。这个冬天，或许特拉斯也要像撒切尔夫人一样，面临着一个寒冷而且
不安的冬天。特拉斯就职之后，首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打电话，承诺全力支持乌克兰。那最近乌克兰局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对此您有什么观察？特拉斯就任之后与泽连斯基通话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特拉斯能够赢得党内选举，并且担任了首相，也跟乌克兰有关系。他在俄乌冲突和危机过程中表现十分的强硬，甚至比首相约翰逊还要强硬。当然，后来的俄乌局势以及冲突给特拉斯的加分还是不少的。英国长久以来的反俄的传统被激活了，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记忆也同样被激活了。从深层次来说，这是特拉斯能够保持高曝光度的重要的原因。特拉斯就职之日第一时间就给泽连斯基总统打电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感谢，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明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的态度。特拉斯可能比约翰逊还要强有力的去支持乌克兰，这也是要保持英国在西方援助乌克兰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也不排除特拉斯在短时间内会访问基辅，而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已经邀请特拉斯到乌克兰去访问了。特拉斯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俄乌局势巨变，现在当首相，战场的情势又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就在特拉斯赢得选举的时候，乌克兰官方透露说，乌克兰军队开始了反攻。当然，俄乌双方披露的信息也是大异其趣，但这是冲突爆发以来具有转折性的时刻，乌克兰的反攻的规模、力度还有待证明。而俄罗斯以安全的原因暂停了在占领区的公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俄乌现在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上。乌克兰的优势是西方强有力的军事援助，而俄罗斯的优势是天然气。在冬天到来之前，俄乌之间的冲突烈度可能会升级。俄罗斯现在已经中断了对欧盟的天然气的出口，以断气来向欧盟施压。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能源价格的暴涨。如果不能够解决能源问题，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过来，在冬天来临之前，欧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必然会强化。俄乌冲突又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刻。一方面，扎波罗热的核电厂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联合国呼吁要建立安全区，这是避免发生核危机的重要的一环。另外一方面，攻守态势处于焦灼和转换的时候，冲突的烈度也会比较高。因俄乌冲突引起的连锁反应已经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尤其是欧盟已经变成了输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美国则是最大的赢家。能源和武器两项，美国都是提供者，也能够自给。欧洲国家不得不到处寻找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来源，同时从美国购买军火。可以说，等俄乌冲突结束之后，欧洲战略自主的基础会大为削弱，欧美之间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会更加的明显。